大家好，我是50家。今天呢，我跟大家介绍一种既简单又快速的清洗水龙头阀门的方法。我们呢不用白醋，也不用这个食用碱苏打。那么我们用什么呢？我跟大家看一下，我这儿呢有这个厨房里面用的这个铝箔，有的叫锡纸。我们这个还拿了一个喷水的喷壶，这个里面就是水。另外呢，我拿了一个很小的这个抹布。这个铝箔呢，就是刚才从这一卷里面这个撕下来的。我们要清洗呢，就是这个开关，这个浴室头的这控制的这个阀门。这个上面呢，因为用了很多年了，这个阀门装起来大概在这个房子修起来就装了，大概是快30年的时间了。这表面有一层的灰一样的这个水垢，这样把它叠好，叠成一个方形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工作了。我们注意呢，就是说，就用这个在上面去擦就可以了。我们擦的过程当中呢，不要使太大力气，一般使的中等力气就可以了。在表面呢喷些水，我们一边擦的时候呢，也可以一边喷些水。好，我们就现在看擦，我们先看表面，先擦的这个。大家放心，因为这个铝箔呢，它比这个阀门的表面镀了这个是铬，有的人叫做克罗米的表面呢，这个软的多，所以呢，就是说，一般说来它的表面是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的。这个喷点水就可以了。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已经表面这个已经变得比刚才光亮多了，这上面已经很光亮了。现在我们擦这个阀门的这一边，我们先擦这一边，等一下呢，我们和这一面进行对比。我们从中间有个分界线，从这儿开始擦，喷点水。这个我呢，一边擦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它主要是利用呢这个，这个是比较铝箔的是比较纯的铝，它的纯度比较高，然后跟铬的表面，这个金属铬的表面接触以后呢，它们之间有这个电子的这个流动或交换，使得这个表面的这个水垢，它就很快的就脱离了这个铬的这个表面，所以呢很容易清洗干净。所以呢，它是利用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。好，这个表面我们再把这个边上这一圈呢怎么办呢？这一圈我们就把这个铝箔搞得卷成一卷一样的。就是擦这个表面，我们就不会损伤旁边的这个塑料，这样从这儿擦，就这样擦就可以了。大家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一面呢就是说刚擦过的，已经像镜子一样的，那里面可以照得见。但是左面呢还是污的，明显的看来是污的，就是说照起来了，这个是很脏，能够明显的感觉到。第二个用手摸呢，这一面呢表面呢很粗糙，这一面呢摸起来已经很光洁了，比想象的容易，比想象的快，比想象的简单，不用其他东西，既不用醋，也不用这个苏打，直接就可以了，直接这样擦就可以了，用点水擦就可以了，而且擦得非常干净。换一张。换之前呢，我把这个表面先洗干净，做一次清洗，把它剩余的少量的
脏的东西呢再去除掉。现在表面已经清理干净了，大家别走开，我下面还有一步。我们现在已经擦得非常干净了。你要知道，擦得非常干净的东西，如果你不保存的话，很快它也会脏。也就2个方面要注意。第一个，我们怎么样找到一种简单、快速、方便的方法进行把它清洗干净，越干净越好。其一，其二，第二个，我们要找到合适的方法进行保持，对吧？你们如果不保持的话，很快就脏了，那不是失去意义了吗？所以第一步和第二步同样的重要。什么呢？我们在表面涂上一层保护层。这保护层呢，我们通常的办法呢，可以用这个蜡，也可以用这个油。我个人感觉呢，是涂蜡是最方便也简单。什么样的蜡呢？就是我们通常拿来，跟汽车的表面上蜡的那个蜡是最方便的。然后均匀以后，倒一点，这个量比较少，倒一点点出来。好，就把这个蜡比较均匀的涂在这个上面。大家这个蜡涂上去，对吧？这个蜡因为涂上去明显的是不均匀的，有的地方多，有的地方少，是吧？现在有没有刚才亮，对吧？涂了蜡没关系，我们把这个蜡涂上去以后，要让它干，要让这个蜡在这个表面干燥。这个时候不能用的，这个最好越干燥越好。如果你觉得合适的，可以在这个浴室里面放个这个小的风扇，最好这样通风比较好，对吧？涂好了，然后我们就让它这个蜡干燥，干燥到什么时候为止呢？干燥，我们如果仔细看的时候，这表面有不均匀的这个蜡，像雾一样的东西盖在这个表面，这表示什么呢？表示这个上面的蜡已经干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等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，我们现在回来，把这个表面用这个毛巾，干净的毛巾，把它表面多余的蜡擦掉。对，多余的蜡擦掉，再轻轻的擦掉就可以了。提醒大家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不要用厨房里面的这个百洁布，更不要用这个钢丝球这样进行擦，这样呢使得容易这个表面有这个刮痕。今天讨论的所有的法门或水龙头，它的表面都是镀铬的这一类的。对于其他金属做的法门和水龙头，我们在另外的视频呢跟大家介绍。给大家分享了一个我认为最简单、最方便、最快速的清洗家里面水龙头和阀门的方法。好，这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。大家有什么建议或看法，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。大家如果觉得本视频对你有所帮助、有所提示，请在下方给我们点赞。好，我们下次见。